增加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你美白又好睡。该怎么做？今天来跟大家说清楚。胡乃文开讲喽！大家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乃文医师。年轻人熬夜，尤其是晚上喜欢打什么游戏机啦，或者是什么，不管是手机的游戏，或者是到什么网咖哈，或者叫网吧去打这个游戏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它会让人成瘾，很好笑的。我曾经听过啊，有人说啊，这个爱吸烟的叫养烟鬼。那喝酒的呢，喜欢就是在那里养酒鬼。那么同样的，假如说你是在这里玩手机呢，是不是在养这个网络鬼？然后呢，这样子成了瘾，其实不是好事儿，当然是开玩笑的啊。那长期熬夜的话呢，胆跟肝不能够好好养的话，会造成什么问题呢？胆跟肝啊，它们跟脾气所谓的发怒很有关系，而且呢，胆和肝又是中医讲的所谓的木啊，也就是它是心之母，所以呢可以养心啊，养了胆跟肝，那么心呢也就被养好了。那假如说你不能够好好的养胆养肝，皮肤会变得干燥，容易老化，眼睛跟肝胆又有关系，所以眼睛也容易老化。所以人呢，有的时候在30-40岁的时候呢，就觉得开始有点老花眼了，可能跟这就有点关系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最麻烦的，因为胆跟肝它假如说不好好养的话，也会影响到肾，因此呢，容易掉头发。我想很多年轻人啊，开始啊，在差不多35-36岁开始就开始掉发了，所谓脱发，有的时候严重会变成秃子。因此呢，最好能够早点睡眠，那么可以得到肝肾的滋养。因为肾呢喜欢你比较安分一点，不喜欢你熬夜。因此呢，你不要老是盯着肾呢管道的，像是喉头容易发干燥啊，然后呢，肝胆管道的眼睛容易充满血丝，容易热，容易痛，容易红，容易肿，都不好。另外，心悸呀，还有呢，会发昏啊，会发昏。那么这样子的话，头昏眼花的话，对于年轻人来说都不是好现象。白天啊，其实想想呢，也是我的经验啊，白天是最好的读书的时间。那么我自己为了任何的考试啊什么，都是白天好好的读书，晚上呢早早的睡眠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，各位都晓得啊，考试的时间不是晚上。我们任何考试，不管你是职业方面的考试，或者是为了升学的考试等等，都是白天考试嘛。所以你白天的时候好好读书，白天的时候那个周期就是好好用精神的时间。有人问几点钟睡算是熬夜？你知道吗？熬夜一天要用11天来补足。中国时辰的概念啊，他说11点钟以前睡觉才是正确的，因为11点以前呢叫做子时，也就是说我们一天的12时辰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，在这个戌时之前算是今天，到了子时以后呢，就算明天了。子时假如没有睡好的话，这个时候是走入胆经的时间啊，那么这样子养不好胆。丑时要是没睡的话呢，肝也给搞坏了，而肝呢它是主怒的，因此假如说太晚睡觉或睡得不饱，你会发现到常常都想发怒发脾气。《黄帝内经》里头讲到，秋3月，早卧早起，与鸡俱兴。什么意思呢？其实不是只有讲秋天的3个月里头要早睡早起啊，是说任何时间都应该早睡早起。早睡养阴，早起养阳。大概说起来，阴就是肝啊、肾啊这些地方，而阳呢，大概就是脾胃呀、肺呀等等。因此呢，你早起可以养阳，早睡可以养阴。建议2个比较简单的处方，这个处方呢拿来当做平常的这个饮料来喝也行。好，这什么样处方呢？就是百合
莲子，还有银耳。另外呢，假如说喜欢的话，加一点点冰糖。那么这个处方就是叫做百合莲子汤。这个处方常常吃的话呢，可以安静心神、补养脾胃，而且肾也变好，因此呢，睡眠会比较好。另外还有一个处方是，这是在1700年前的一个处方，叫做甘麦大枣汤。平时呢是用来治疗所谓的脏燥。其实治脏燥呢，也就等于说是让人的脾胃变好，而且情绪变好。我曾经有一个病人，他吃了甘麦大枣汤以后呢，他90多岁了啊，吃了这个以后，他的儿子突然跟我这个很高兴的跟我说，我妈妈再也不骂我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人不会发怒，当然睡眠也就会变得很好了。要让人不要太过于浅眠，所谓浅眠就是怎么样，容易醒来。那这个意思呢，在中医的讲法叫做心肾不交。心跟肾啊，在我们身上有几个穴道，可以说是跟心肾有关的。例如说，在手上有个劳宫穴，就是在手心上有个穴叫做劳宫穴。这个劳宫穴啊，假如说你常常抚摸你脚心上有个穴叫做涌泉穴，这样子抚摸的话呢，然后这个抚摸也不需要动啊，或者动一动也可以。抚摸就是让它发一点点热。其实手心的热跟这个脚心的热互相这样子传动了一下，就让你的心肾能交。心肾一旦能交了的话呢，就不容易浅眠，也就是睡得很好了。在手上有一个穴叫做神门穴，在腿上在内踝上方有一个穴叫做三阴交穴。神门穴跟三阴交穴可以常常按摩它，例如说用一只手按摩到这个神门，另外一只手指头呢去压到三阴交穴，这样子就可以让人的神门穴跟三阴交穴管制的是神以及这个内分泌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这个人也会睡得比较好。松果体是在脑里面大概在眉心进去跟百会穴交汇的那个点，有一个内分泌器官叫做松果体。松果体里面会分泌褪黑激素，而这个褪黑激素是因为人非常安静的状况之下，非常平和的状况之下，那么它的副交感神经会分泌比较旺盛，而副交感神经分泌旺盛的时候，会让人比较好睡了。不但如此，它也刺激了松果体分泌，于是松果体分泌的这个褪黑激素让人好睡。这样子你也可以不必去吃那种褪黑激素了。而这个褪黑激素要被这个激活分泌的话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方法。你可以常常听比较柔和的慢速度的音乐。中国古时候的那种音乐的元素，就是绝指、宫、商、羽这几个音调，它其实就管着的是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五脏。五脏都被你调和的养起来的话，那么你就已经健康了还不算。而且呢，这种柔和的或慢速的音乐，在我做实验的当中呢，发现到，假如说常常听那种很柔和、很慢速的音乐，并且里面假如说又带了刚才讲的绝指、宫、商、羽各个中国音乐的元素的话呢，这个人的松果体可以被分泌的，就是被这个开发的非常的好。那么他的喜怒哀乐都会来得比较正常，不会过度的喜、过度的怒、过度的哀。我们中医讲所谓的七情，喜怒忧思悲恐惊，全部都是最好不过度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让你的松果体也被开发得很好。另外还有就是学习打坐。学习打坐，这个打坐的人他们情绪都放得很缓慢，因此呢，他的松果体也一直都被在开发着。那松果体被开发的好的话呢，那么他也能够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正常，以至于睡眠就变得比较好了。中医还有一套讲法，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。
所以胃不和则卧不安，意思就是说你把胃养好了，这样就睡得好。所以你看《黄帝内经》里头就记载了一个处方，叫做半夏煮米汤。半夏是一种中药，煮米呢其实就是高粱米之类的啊。半夏跟高粱米，它就是为了养胃的。假如说把胃治好了的话呢，那么睡眠就好。因此，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有人就是说睡不好了的话呢，怕睡不着了的话呢，去喝一杯温的牛奶，或喝一点温的豆浆。甚至于，假如说实在是受不了的、太饿了的话呢，吃一点苏打饼干之类的啊，这种小饼干，可能你就会睡得比较好了。原因也就在这个，就在这个胃的问题。可是呢，胃最怕很冷的东西，所以在睡觉之前，假如吃水果那是不好的，最好不要吃水果。我在临床上曾经看到过。有人因为染发，而造成的失眠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一个老太太啊，她染了发以后呢，我就问她，我说，哎，你能不能够暂时的不染发？她说我试试看。结果真的，她一旦不染发了，竟然的就睡好了。因为现在的染发剂常常都是化学的。我在其他的集里头会跟大家来特别谈一谈中药的染发。中药染发不但不伤发，而且再长出的头发可能还是黑色的哟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个地方。喜欢我的节目吗？假如喜欢的话，请记得按订阅，并且加上小铃铛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